三峰山之戰啊，是金朝的亡國之戰。金國最後的15萬精銳，在天寒地凍中被蒙古名將拖雷全歼。2年以後，這個立國119年的帝國徹底滅亡。在很多人的印象裡，這是一場以少勝多的經典戰役，蒙古4-5萬人打垮金朝15萬大軍，一戰決定大金國運。可是近年有學者指出，三峰山之戰蒙古人其實打得並不像史書裡記載的那麼順利。元代史家張著曾留下一段耐人尋味的記載，說金師35萬來拒戰，我師不敵，軍於山之金溝，其軍數重圍三峰。張著在元末曾是參與編修了遼金宋3朝史料的翰林國史院官員。應該說這段記錄呢，除去35萬金軍有所誇大以外，其餘應為較為客觀的記載。不難看出當時的蒙軍敗局已定，而且有被圍歼的危險。可是不知道什麼原因，金軍停止了進攻。僅僅1天之後，形勢突然逆轉，15萬金軍幾乎全軍覆沒。主帥完颜赫達後來城破被殺，伊剌扑阿倍孚大將張惠陣亡，完颜陈和尚慷慨赴死。金朝的精兵猛将被杀戮殆盡，基本喪失了和蒙軍野戰的能力。史載自是金軍不能復陣，由是金不能國。後來很多人都說是那場突如其來的大雪救了蒙古人，甚至有人說拖雷軍中有巫師能呼風喚雪，連老天爺都站在蒙古這邊。這有點超出了自然解釋的範圍。如果仔細翻看史書呢，我們會发現大雪并不是主要因素。主導三峰山戰役的人呢是拖雷，而做出這一戰略布局的是一個已經死去5年的人。公元1227年西夏的前線一個老人躺在病榻上，生命只剩最後幾天。他對兒子們說，金人的金兵都在潼關，南有群山，北有黃河，正面進攻很難取勝，但如果借道南宋，從唐州、鄧州北上，直取汴梁，金軍一定會回援，到那時千里奔波，人馬疲憊，破之必矣。說完這句話他就去世了。這個人呢就是成吉思汗。5年後，他的小兒子拖雷真的沿着這條路翻過秦嶺，穿過漢中，借道南宋，繞到金朝背後，一步一步把這條計策變成了現實。那麼今天呢，漫聊蒙金戰爭第5集，我們就來聊聊三峰山之戰。從西夏病榻上的一道遺命，到河南雪地的15萬亡魂，看看卧庫台拖雷兩兄弟如何完成蒙古與金朝最後一次生死攸關的正面對決。說中國古代的西夏是一個相當神秘的王朝，它是由黨项人在西北建立，高度發展，全民皆兵，文武兼備。西夏最初的根基是唐朝的定难軍藩鎮。唐朝初年，党项拓跋部歸順唐朝，被赐姓為李。唐末黄巢之亂的時候，黨項首領拓跋思恭因為協助唐朝收復長安有功，再度被唐僖宗賜姓李，並被封為定難軍節度使，統轄範圍有夏、銀、隋、右4州，大致相當於以今天陕西省榆林市為核心，向北延伸到內蒙古鄂爾多斯南部這樣一片區域。唐朝滅亡以後，這支黨項李氏在5代十國的亂世中繼續維持半獨立的割據狀態，誰強就向誰稱臣。宋朝建立以後呢，宋太宗太平興國5年，公元980年，年僅23歲的李繼捧继任為新一代定難軍節度使。面對內外交困的局勢，李繼捧決定獻土歸宋。在宋朝看來呢，這當然是極大的功績，但是在不願屈服的黨项人眼中，這就是出賣祖宗基業。李繼捧的族弟李繼遷當即率領親信逃入大漠，展開了漫長的抗宋獨立戰爭。這個李繼捧到了汴京，雖然享受着高官厚祿，實際上是被宋朝給軟禁。李繼遷則是在西北聯遼抗宋，越打越強。他向北方的遼朝稱臣，那麼遼聖宗耶律隆绪為了牽制宋朝，也願意扶持這支黨項勢力，不僅把義成公主嫁給李繼遷，還封他為夏國王。此後10幾年，李繼遷在西北不斷擴張，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攻占了黃河要塞靈州，也就是今天寧夏灵武。他把這個靈州呢改名為西平府，從此就奠定了黨項政權西進擴張的基礎。2年以後，李繼遷戰死了，他的兒子李德明繼位。李德明
是一位很有戰略眼光的人物，他知道這個時候的黨項還不足以和中原王朝正面對抗，於是利用宋遼兩國簽訂澶淵之盟的和平時機，一面對宋稱臣，換取宋朝每年賞賜的大量銀絹茶，一面繼續維持與遼朝的盟友關係，在兩大強權之間爭取到了將近30年的和平發展期。也正是在這段時間裡，黨項政權完成了一次關鍵轉向，他不再只盯着中原，而是向西擴張。這個李德明啊，派兵大舉西進，攻滅了甘州回纥，擊敗了歸義軍，一舉將富庶的河西走廊，什麼涼州、甘州、瓜州、沙州，通通收入囊中。不僅極大的擴張了疆域，更是讓黨項控制了絲綢之路，獲得了無比巨大的經濟財富。李德明時期呢，將黨項的政治中心從靈州西遷到懷遠鎮，也就是今天的寧夏銀川，改名為興州，開始營建唐式宮殿，一個邊疆藩鎮正在一步步變成真正的王朝。公元1032年，李德明去世了，他的兒子李元昊繼位。李元昊認為啊，他的父親長期向宋朝稱臣，過於謹慎，甚至是一種屈辱，所以繼位以後呢，他立刻加速了獨立建國的步伐。為了與宋朝、遼朝平起平坐，李元昊在文化和制度上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脫髮令，全境男子必須剃光頭頂，留辮垂耳，以此保留黨項傳統，違者處死。他還命令大臣野利仁榮造字，據說創造了6000多個繁複的西夏文字，作為國家法定官方文字。李元昊很清楚，一個真正的國家不能只靠軍隊和土地，還必須有自己的制度、自己的文字、自己的禮法、自己的王朝敘事。所以他要在文化上和宋朝徹底割裂，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全部準備就緒以後，公元1038年，李元昊在興慶府築壇受冊，正式登基稱帝，國號大夏，史稱西夏。從這一刻起，黨項政權不再只是宋遼之間一個邊疆勢力，而成為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帝國玩家。在此後近200年的時間裡，這個西夏體量雖小，卻極具破壞力和生存智慧，在遼金宋之間周旋，於夾縫中屹立不倒。但是在蒙古崛起以後，西夏在戰略上開始連續犯錯，主要表現呢就是負猛伐金，甘當馬前卒，長期對金開戰，鬧得兩敗俱傷，互相消耗，自我放血。等到西夏終於意識到蒙古才是更可怕的敵人，轉而與金朝修好的時候，局勢已經很難挽回。而更糟糕的呢，是西夏晚期的內政也變得極不穩定，30年間接連更換5位皇帝。到了成吉思汗西征前後，西夏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左右逢源的西北强国，戰略摇擺，高層分裂，國力被長期戰爭一點點掏空，外交空間也變得越來越小。公元1217年成吉思汗準備西征，曾派出使者前往西夏徵兵。使者來到西夏，向夏神宗李遵顼表明來意。大汗的原話呢，是說：你曾經說過要做我的右手，現在就跟我一起出征吧。這個皇帝還沒說話，有個叫阿沙敢布的大臣搶着回答說：氣力既不足，何以稱汗為？意思就是既然沒那個實力，你還怎麼好意思稱汗呢？隨後將蒙古使者轟走。您記住，這個敢於說不的大臣，他叫阿沙敢布。這是西夏第一次羞辱。成吉思汗當時呢，急於西征，選擇了暫時隱忍，但是他可始終沒有忘記。到了1225年西征歸來，成吉思汗返回蒙古，騰出手來，第一件事就是對西夏進行清算，集結了一支7、8萬人的部隊，然後親自上陣。大軍壓境之際成吉思汗再次派出使者質問西夏憲宗李德旺，說：你為什麼要背棄盟約，還敢口出狂言啊？李德旺很害怕，連忙向蒙古使者解釋說那些話不是自己說的。可這時呢，大臣阿沙敢布再次站了出來，公開挑釁，說話都是我說的，要與我廝殺，你就到賀蘭山來戰，如果想要錢財，那就自己到西涼來取吧。這個話裡話外的意味已經是相當不客氣。此時的成吉思汗呢，因為打獵墜馬發了高燒，聽聞此話，
震怒發下誓言，他說如此大話，咱如何可回？雖死河也去問他，長生天知者。意思是啊，他竟敢這樣出言不遜，我哪怕是死也一定要親自去向他討個說法，長生天在看着我。對成吉思汗來說呀，他是希望和西夏開戰的，除了教訓對方以外，也有出於戰略的考慮，他需要牢牢控制鄂爾多斯、陝西、甘肅一線，這樣才能確保在全面攻占金朝的時候，黨項人不會在背後放冷槍。那麼好，既然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也就不用再多說了。蒙古軍隊是一路勢如破竹，一邊武力攻打，一邊诱降，先後血洗攻占了黑水城、沙州、肃州、甘州、涼州等等一系列西北重鎮。西夏最後一任皇帝夏末帝李憲在登基以後，派遣大将衛兵令公率領最後的10萬主力，在結冰的黃河上和蒙古軍決戰。結果西夏呢全軍覆沒，首都中興府隨即被蒙古大軍死死圍困。公元1227年的夏天，被圍困長達半年的中興府陷入了絕境，城內糧草斷絕，還發生了大地震。在天災人禍的雙重打擊下，夏末帝李憲眼看無路可走，只能派遣使者向蒙古請降，並約定在1個月後親自出城投降。到了1227年7月底，西夏的投降事務都已經談妥了，可這時候的成吉思汗也已經病入膏肓，臥床不起。他把兒子們、文武心腹都叫到床前，軍隊的高層們呢，想要暫時撤離西夏以示尊敬，但是成吉思汗從病榻上爬起來，堅決表示反對，理由是他怕這樣做呢，會讓西夏看到一線生機。他對幾個兒子重申了他對帝國的繼承和分配，然後傷心地說：生如白駒過隙，未見之業，汝輩免之。談到對黨項人的懲處，成吉思汗表示，夏王出城之日就是大開殺戒之時，包括夏王本人、西夏王室、黨項權貴，連帶所有的軍人，一律格殺勿論。接下來他對拖雷和將領們下達了關於攻滅金朝的最後一条指示，說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陷大河，難以拒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夏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征兵潼關，然以數萬之眾千里復援，人馬疲敝，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交代好這些，這位一代天驕永遠的合上了眼，享受66歲。夏末帝投降以後啊，被帶到了成吉思汗的营帐外面，人們隔着帳篷傳話。實際上這時候呢，成吉思汗已經死了。據說夏末帝是在烤架上被剁成了碎片。成吉思汗的一生中，很多重大事件都像迷霧一樣，死亡日期成謎，墓葬地點更是無人知曉。按照波斯史家拉什特在史籍中的說法，說成吉思汗去世之前啊，有一次打獵看中了一棵樹，明確表示自己將來要葬在這裡。等到他在六盤山行宮病逝以後，大臣們護送靈柩跨越數千里，長途跋涉將遺體送回漠北，最後遵照遺願將其埋葬到了這棵樹所在的位置，不修墳茔，不立墓碑，縱馬馳騁踐踏。說這棵樹呢，原本是棵孤樹，孤孤零零，四周幾乎寸草不生。在成吉思汗下葬以後，孤樹周圍瘋狂長出了無數的小樹和灌木。等到後代前來祭祀的時候呢，樹木茂盛繁多，下葬的位置都已經無法辨認，從此成了未解之謎。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成吉思汗呢沒有葬在漠北，而是埋葬在了鄂爾多斯附近，理由是当時正值盛夏，天氣炎熱，屍體腐爛得很快，而蒙古人對防腐技術一无所知，所以走到鄂爾多斯某個地方實在走不下去了，只好就地安葬。參與送葬的一干人等隨後被帶往他處遭到處決，參與處決的隊伍隨後也被處決，這樣大汗的安息之地也就成了無人知曉的秘密。這些說法啊，都帶有濃厚的傳說色彩，但也正因為如此，成吉思汗的死亡也變得更加神秘。有關成吉思汗的死因同樣是众說纷紜的，有人說他死於傷寒，有人說他死於瘧疾，蒙古薩滿教的巫醫認為他死於巫術，西方傳教士認為他死於雷電。黨項人熱衷於和蒙古大汗的死扯上關係，
他們說成吉思汗在戰場上大腿中箭，引發了敗血症，甚至謠傳西夏王妃和成吉思汗發生了關係，大汗因為某種不可描述的原因被王妃給暗殺了。除去這些比較荒誕的故事，相對合理的一種推測是成吉思汗死於早先从馬背上摔下來受重傷引發的後遺症。成吉思汗死後蒙古鐵騎湧入西夏首都中興府，展開了一場極其慘烈，幾乎將一個文明連根拔起的毀滅性襲擊，大肆屠殺，火燒皇宮，連帶所有的法律典章、歷史文獻、官方檔案也在戰火中化為灰燼。這就直接導致後來想要給西夏修史，因為找不到任何官方檔案，最後只好放棄。一個曾經控制河西走廊與宋遼金周旋近200年的王朝，就這樣消失在歷史深處。西夏就這樣滅亡了。而蒙古帝國呢，在成吉思汗死後近2年的時間裡，卻也一直處於動盪之中。誰來繼承大汗，成了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托雷負責監國，地盤太大，汗位空懸。那麼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征服西夏是一項了不起的壮舉。有人說这是由成吉思汗本人領導的最輝煌的一次遠征，尤其是這次是帶病出征，這就更顯得難能可貴。大概在1226年出發前，成吉思汗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狩獵活動，也就是在這次狩獵中，他從馬上摔下來，很可能受了嚴重內傷，後來就再也沒能恢復健康。對一位草原君主來說，墜馬不是小事，尤其是一個年過60征戰半生的人。也許是意識到自己命不久矣，所以在征服西夏期間呢，很可能就是在六盤山逗留的時候，成吉思汗召集了一次忽里勒台大會。蒙古帝國的忽里勒台大会非同小可，在蒙古的政治傳統中，只有非常重大的事情才會召集權貴們共同商議。一般來說呢，通常有4種情況。第一，推舉和確認最高統治者；第二，決定重大軍事戰略；第三，頒布國法或者制度調整；第四，協調利益，分配土地、人口、軍隊以及戰利品。一場忽里勒台的召開往往伴隨着重新確認整個蒙古帝國的權力秩序。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吉思汗正式確定了自己死後帝國的繼承和安排。依照蒙古諸子分封的傳統，他所征服的龐大疆域將被分給他的4個兒子或者他們的繼承人。長子竹赤已經過世了，因此封地呢由竹赤的兒子們繼承，主要包括鄂爾齐斯河以西、里海、黑海北岸的草原地帶，大致相當於今天的俄羅斯南部、哈薩克西部以及烏克蘭部分地區。這是地理面積最龐大的一塊封地，由於遠離蒙古核心區域，具有高度的獨立性，後來發展成了金帳汗國。次子察合台，他的封地以中亞為主，包括天山南北路、河中地區，也就相當於今天的烏茲別克、新疆西部、吉爾吉斯等地。這裡是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人口稠密，城鎮發達，後來發展成了察合台汗國。三子窝阔台被正式確定為繼承人，他的封地主要位於蒙古高原西部，包括鄂爾齊斯河上游、阿爾泰山地區以及巴爾喀什湖以東的草原，後來發展成為了窝闊台汗國。至於小兒子托雷，按照蒙古幼子首產的習俗，則繼承了成吉思汗原本的直轄領地，也就是蒙古高原的核心區域以及大量的直屬軍隊，尤其是大部分竊薛軍。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竊薛軍呢不只是大汗身邊的親衛，更是蒙古帝國早期最核心的政治軍事力量。可以說，誰掌握了竊薛，誰就掌握了成吉思汗留下的中央權力資源。所以托雷雖然沒有被指定為大汗，卻繼承了最接近大汗本人的政治遺產。後來呢，托雷家族也確實成為了蒙古帝國最強大的政治力量。其子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另一子序列烏建立了伊尔汗國。從後面的歷史來看呢，托雷系才是成吉思汗諸子中最終掌握帝國中樞的一支。不過在1227年，成吉思汗做出的安排呢，是把大汗之位交給窝阔台。這個決定從當時看似乎是穩妥的。他的每一個兒子都擁有他的某些品質。
比如竹赤慷慨寬容，富有想象力；察合台堅定冷酷无情，有直擊敵人要害的能力；拖雷呢有很強的軍事才能；卧骨台精明脾氣好，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雖然沒有完美的選項，但卧骨台是成吉思汗最好的選擇。可是這個安排呢，也留下了巨大的隱患。當時的蒙古大體有4種繼承方法，這些方法相互衝突。按照橫向繼承法，兄終弟及，那麼成吉思汗之後呢，掌權的就應該是他的弟弟鐵木哥沃赤金。如果按照长子繼承制，竹赤或者他的後人就應該擁有優先權。如果是蒙古傳統的幼子守造制，那麼繼承本土和親軍的拖雷同樣具有極強的合法性。作為一位新興帝國的開創者，成吉思汗憑借自己的威望直接指定繼承人，同樣也理所當然。但是問題在於，他指定了卧骨台，卻沒有真正建立一套可以長期延續下去的汗位繼承制度。也就是說他解決了自己死後第一任大汗是誰，但沒有解決第2任、第3任以及以後的大汗到底應該怎麼產生。這個問題後來會成為蒙古帝國內部反復爆發權力鬥爭的重要根源。卧骨台系、拖雷系、察合台系、竹赤系彼此之間的衝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成吉思汗臨終安排汗位時就已經埋下了伏筆。這種矛盾在成吉思汗病逝之後很快就顯現出來。按照安排呢，成吉思汗的小兒子拖雷暫時監國。拖雷不只是幼子，也是成吉思汗晚年最倚重的軍事統帥之一，手握重兵，同時又獲得大量功臣的擁護。很多蒙古貴族其實更希望由拖雷繼承汗位，他們面臨的困難是成吉思汗已經明確提名了卧骨台，沒有人敢輕易否定。於是呢，這個汗位問題就這樣拖了下來，一拖就拖了2年。1229年，分散各地的全體宗親和納言終於趕到切罗连河上游，再次召開忽里勒台選汗大會。但是拖雷態度十分曖昧，大會整整爭論1個多月。卧骨台呢，最終獲得了蒙古貴族們的支持，成功登上大汗之位。史籍記載說在登基大典上，察合台扶着卧骨台的右手，拖雷扶着卧骨台的左手，鐵木哥沃赤金抱住他的腰，一眾王公貴族將卧骨台抬起，放置到大汗的寶座上。這是蒙古登基最古老最神聖的儀式，整個場面極其隆重，還有大量的祭祀活動，包括祭拜成吉思汗的畫像，並向着太陽方向行禮，以此祈求長生天的庇護。這一年的卧骨台已經43歲，他終於正式接過父親留下的帝國。可是接過帝國並不只是坐上寶座，更意味着他必須完成成吉思汗未竟的事業，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滅金。所以登基以後，他開始重新整頓軍事部署，一面穩住蒙古帝國內部，一面把戰略中心重新壓向金朝。轉眼到了1231年，卧骨台登基的第3年，蒙古對金戰爭進入到了最關鍵的階段。這一年，蒙古大軍兵分3路，向金朝的潼關黃河防線發起空前猛烈的進攻。這個中路軍由卧骨台汗親自率領，先攻占黃河以北的要塞河中，也就是今天山西永济一帶。河中呢，背靠關陕，南臨黃河，是金朝在黄河以北最後的重要据點之一。只要拿下河中，蒙古軍就能在黃河北岸直接威脅河南，再循機渡河，進逼開封。這一路呢，是擺在明面上的正面壓力。東路軍由鐵木哥沃赤金率領，以河北山東一帶的漢人軍閥部隊自東向西推進。這一路呢，主要作用是牽制金軍兵力。西路軍由拖雷率領，自鳳翔過渭水，南下寶雞，進入漢中，再借道南宋，繞一個大圈，從唐州、鄧州一線繞到金朝關河防線的後方。這一路是以騎兵從側後迂回制勝，也是成吉思汗的遺跡中最核心的部分。3路大軍約定好要在第2年春天在開封一帶會師，共同圍攻金朝南京。這個計劃一旦成功，金朝就會陷入一個極其危險的局面。北面，卧骨台渡河南下；西南，拖雷穿過漢中和襄漢一帶，從背後逼近；東面有鐵木哥沃赤金牽制。3路壓力同時出現，金朝就很難判斷到底哪一路才是真正的主攻。
如果死守潼關和黃河，托雷就可能從唐鄧直逼開封；如果調兵南下去攔托雷，這個黃河防線就會空虛；如果兩邊都想守，兵力就會被拆散；如果集中主力決戰，又會被蒙古牽着走。成吉思汗的这個洞察力毋庸置疑，這一迂回戰略呢，也確實具有一定的創造性。但是也沒有必要過分的頌揚，當時的金朝上上下下並非沒有高人，可有一點，蒙古人看到了金朝的弱點，金朝也不止一人算準了蒙古的迂回策略。可是蒙古能把判斷變成行動，金朝卻一次次把機會拖成了危機。金哀宗正大8年，公元1231年，大金王朝的疆域已經從鼎盛時期自東北到華北的大帝國，萎縮成了一個以河南為核心，在陝西部分地區仍有防線的殘存政權。從蒙古視角看，河南像一個被山河鎖住的口袋，北面是黃河，西面是潼關，南面是伏牛山和桐柏山。在南陽一帶有一個能讓大軍鑽進去的口子，白河和唐河從山地之間切出一條通道，托雷的西路軍就是要從這裡攻入金朝腹地。要走這條路線，就必須先穿過宋境。在這次行動之前啊，蒙古和南宋就已經有過多次使節往來。南宋想借蒙古之手削弱金朝，蒙古也想利用南宋為自己打開通往唐鄧的道路。雙方各有所圖，也各懷戒心。托雷在進軍的同時啊，派出曾經多次出使南宋的說不罕前去和宋方聯絡，提出借道借糧協助行軍。南宋朝廷啊想借蒙古滅金，可南宋邊地軍民卻未必願意讓蒙古軍進來。說不罕進入宋境，被宋將張軒殺死了。這一下事情的性質就立刻變了，托雷呢不再只是借道，而是有了問罪的理由。你殺我使者，就是背盟，就是失信。蒙古軍隨即從借道變成了強取，先攻克了著名險隘大散關，接着又佔領鳳州，出武修關，東南攻下興元、揚州，就是今天陝西漢中和陽縣。其中的興元呢，圍攻了40天才攻打下來。城破以後，除了把一些婦女兒童充當奴隸，所有留在城內的軍民人等幾乎被屠戮殆盡。為了避免宋軍在背後形成威脅，托雷又在興元分兵進入川北。這支軍隊呢，經緬州大安軍，相當於今天陝西勉縣、寧強縣，渡過嘉陵江以後，入八關堡、嘉陰，再過阆州，沿途摧枯拉朽一般，攻破大量宋朝城寨，在當年11月返回興元。南宋在西線的最高行政長官四川知制使桂如淵眼見打不過蒙軍，只能被迫向托雷求和，同意提供军糧向導。於是托雷大軍繼續東進，入饒峰關，經金州（今天陝西安康市）、房州（今天湖北房縣）。當年12月，大軍抵達光化，就是今天湖北老河口市。到了這個地界以後，他們開始準備渡過漢水，去往唐州、鄧州一帶。這樣，托雷率領的西路軍即將抵達金朝最敏感的戰略缺口，從而實現成吉思汗的軍事策略。史籍和蒙古秘史把這次行動稱作臥斧。據歷史學家考證，這次執行臥斧的西路軍是蒙古軍和漢軍中最能吃苦、最敢打硬仗的部隊。他們共計3-4萬人的樣子，組成部分十分複雜。托雷的麾下有成吉思汗的義弟師吉忽图忽、宗王和赤溫之子耶里之基歹、蒙古名將速不台、汪古部的将領暗竹爾、女真族的奧屯师英，還有郭德海、刘黑馬、田雄、梁英等等漢族地方軍閥。其中有不少人參加過蒙古西征，有豐富的長途轉戰經驗。儘管如此，由於地形複雜，孤軍深入，還是讓他們一度陷入補給困境。拉什特史籍記載說他們餓壞了，身體消瘦，以致吃人肉，吃一切動物和乾草。可見整個行軍過程幾經周折。那麼另一方面，不同於西路軍的歷盡艱辛、跋山涉水，沃庫台亲率的中路軍走得好像更加從容不迫一些。蒙古從興起到衰落，只要是大汗本人出征通常都是亲率主力，所以中路軍的實力
一定不會比西路軍弱。可考的一些將領，包括口溫不花、暗赤台等等宗王，以及塔察尔、塔斯、速浑察。塔察尔呢是名将博尔忽的後裔，塔斯和速浑察都是木华黎的孙子。還有重組的谢薛軍也一定跟隨大汗出征。從2個月內攻下3萬金軍把守的河中來看，中路軍在人數和攻堅能力上應該都相當可觀。除此以外呢，他們的進攻路線也要更有利一些。蒙古在山西經營多年，可以提供充分的後勤保障。一路上只有河中比較難啃，打下河中，蒙古軍渡河就只剩下選擇時間和地點的問題了。那麼西路軍轉戰千里，迂回到了金朝的后方，中路軍屯兵河中，壓住黃河北岸，二者遙遙呼應，形成腹背夾攻之勢。金朝前後受敌，局面已經是萬分危急。蒙古軍隊轉向關中地區並非毫無徵兆。金朝內部其實早就有人提出過警告，但始終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尤其是成吉思汗西征東歸以後，蒙古的軍事重心逐漸從河北、山西轉向關陝和西夏，意圖已經十分明顯。當時的金朝朝廷中就有人提醒必須防範蒙古從南宋借道，但是金朝統治集團因為昏庸腐敗，並未將其納入防禦考量。每當蒙古大軍壓境，金朝君臣往往相对泣下，長吁短嘆，可一旦蒙軍退去，他們又會大肆宴飲，完全沒有居安思危的意識。各地將領呢也是擁兵自重，又普遍畏懼蒙古，誰都知道局勢危急，卻誰也不願意主動承擔風險。關河防線是金朝的重中之重，這一時期防線上的守備部隊和機動兵力也包括都尉軍、忠孝軍等等，主要由2位統帥共同管理，一個叫完颜何達，一個叫伊剌扑阿，總部設在潼關東邊的文鄉。完颜何達是一位從戰陣中成長起來的將領，早年曾經充當護衛，護送齊國公主嫁給成吉思汗，後來呢到前線任職，趕上勢單力薄呢，沒辦法，只能投降了蒙古。蒙古人允許他不剃髮，並且官復原職。完颜何達呢尋了個機會逃回金朝，到這會兒已經官至平章政事。伊剌扑阿，這是金哀宗安插到前線的心腹。金哀宗在還是太子的時候，伊剌扑阿是東宮親衛軍總領，後來因為擁立有功，獲封全樞密院判官，參決軍國大事。守衛潼關這會兒，他的官職是全參知政事。因為是皇帝寵臣，所以在前線更有發言權。完颜何達和伊剌扑阿共同統領迎擊蒙古的主力軍，可這2個人並不是一對配合默契的搭檔，一遇到重大決策常常意見不合，甚至爭吵不休。金哀宗得知以後，派來了另一個心腹居中調停，同時充當前線和朝廷的聯絡官，這人叫白華，當時官職是樞密院判官。公元1231年，金軍在偵察到蒙古兵分3路的動向以後，白華曾覲見金哀宗，提出了一個戰略構想。他說不如利用拖雷迂回的時間差，先集中優勢兵力過河，打退臥虎台這一路。只要這一路被打退，拖雷的迂回作戰就會失去原本的價值。金哀宗很傾向這種打法，於是從前線呢先後召回伊剌扑阿和完颜何達。但是二帥態度曖昧，判斷失誤，都不看好主動渡河北上迎擊蒙古。軍情瞬息萬變，對金軍而言，無比關鍵的戰略主動權就這樣讓給了蒙古。正面沒有主動牽制臥虎台，後面也沒有及時堵住拖雷。那麼拖雷呢，眼看就要渡過漢水了，金哀宗驚慌失措，急召百官商議對策。尚書省和樞密院建議是以逸待勞，未可與戰，以重兵把守各地，命大將嚴守潼關、洛陽一線，河南諸州堅壁清野，讓蒙古攻堅不得，自然就會不擊自歸。金哀宗苦思良久，最後呢給出這樣一條建議，說南渡20年，所在之民破田宅，育妻子，結肝腦以養軍。今兵至不能逆戰，只以自護，京城縱存，何以為國？天下其為我何？朕思之孰矣？存與亡有天命，為不負吾民可也。他說的什麼意思呢？
說我們南遷到汴京這20年來啊，各地百姓為了支持軍隊，有的毀了田產房屋，有的甚至連妻兒都被迫賣掉了。如今敵人打過來，我們卻無法出城迎戰，只能閉城自守，以求自保。即便汴京城能保住，又算什麼國家呢？天下人将會如何評價我呢？我已經思考很久，國家的存亡自有天命，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盡力不去辜負這些子民。這是金哀宗啊性格中比較複雜的一面，他不是不知道國家要亡了，但是他没有選擇進行無謂的抵抗，而是選擇直接南下決戰，或者至少是在他的心理層面上是渴望擺脫那種棄民自保的道德罪惡感的吧。金朝皇帝啊總算是支棱了一回，儘管有點后知后覺，距離白华堤過河迎擊卧虎台已經過去了整整3個月，不過這仍然算是蒙金開戰以來大金國最高統治者最強硬的一次。於是金哀宗命令潼關黄河防線的完颜和达和伊拉扑阿率領主力軍從文鄉開拔南下，經洛南、商州、豐陽，順着丹水進駐到順陽。不久又命令留守文鄉的楊沃衍、完颜陳和尚同樣沿着這條路線到達順陽，又把原本駐守虎嶺關的武仙也調到了順陽。幾路大軍合計騎兵2萬，步兵13萬，共計15萬人馬，準備迎擊拖雷的西路軍。拖雷的西路軍即將渡過漢水，金軍2位統帥和達和扑阿召集眾將商議對策。敵人要過河，到底該不該打？大將張會主張趁蒙古半渡之時截擊，絕不能讓敵人順順當當的過河。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是一次殲敵的良機，但是卻遭到伊拉扑阿的反對。他指責張會說：“汝但知南事，與北事何之？”意思是你只和宋軍交過手，对蒙古了解的太少了。扑阿的胃口很大，他是想要放任蒙古人过河，然後將其一舉全歼。另一位統帥完颜和達沒有主意，詢問熟悉蒙古軍情的大將安德木，安德木支持張會的看法。伊拉扑阿馬上說：“有皇帝旨意，用圣旨壓人，所以誰也不敢再有主張。”就這樣，張會的一條妙計被專橫的扑阿否決，金軍又一次錯失了有利戰機。不久，蒙古軍全部渡過漢水，拖雷隨即派出1000騎兵趕往卧虎台駐地報信兒。此時啊，金軍主力已經被調離，關河防線已經構不成威脅。卧虎台的中路軍這會兒正趕到黃河白坡渡口，準備分兵南下接應拖雷。看到拖雷派了人來，知道西路軍已經取得進軍唐鄧的勝利，卧虎台馬上命人回報拖雷，相約南北會師，夾擊金軍。金軍主力屯駐的順陽啊，大致在今天河南西川一帶，距離漢水北岸不過10幾里。順陽再往南就是南宋軍事重鎮襄陽，襄陽的宋軍也在觀望蒙金雙方的動向。不久以後，他們就會成為蒙古軍的盟友，參與到滅亡金朝的戰爭。然後很快，雙方又會從盟友變成仇敵。金軍在獲悉拖雷的部隊已經全部渡過漢水以後啊，完颜和達和伊拉扑阿領兵從順陽進至羽山，分別佔據高山有利地勢。考慮到步兵多騎兵少，於是讓步兵呢在羽山前列成圓陣，將騎兵部署到山後。拖雷那邊呢，這會兒已經獲知金軍有15萬之眾，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蒙古軍決定先發制人，在氣勢上壓倒金軍。這年的12月25，蒙古軍抵達羽山，拖雷呢手持2個小旗兒，親自來到山前觀察敵情。隨後他們並沒有急於進攻，而是轉到山後，向金軍陣地做了幾次嘗試性衝擊。完颜和達是比較熟悉蒙古軍的作戰方式的，傳令三軍要稍安勿躁，不要貿然進攻，靜觀其變。雙方經過幾次短兵相接，互有勝負。拖雷見一時難以破陣，於是又生一計，他命令部隊沿着來路假裝敗退，退到一片棗林之中，然後嚴密埋伏下來，白天生火做飯，夜晚全員待命，隨時準備出擊。為了進一步摸清金軍虛實，拖雷派出10幾名細作，全都偽裝的衣衫襤褸，馬也專挑那個瘦弱的，讓這些人詐降到金軍大營，哭訴沿途多麼艱難困苦，騙取信任以後，
盡可能探查金人部署，隨後策馬歸來，向托雷匯報虛實。依照蒙古一方的記載呢，托雷看到金軍一時難以攻破，就準備充分發揮機動優勢，甩掉金軍主力，向北奔襲，與沃克台會合。換句話說呀，就是他們在嘗試性接觸以後隱藏了蹤跡。如果金軍這會兒不為所動，托雷軍很可能不再和他們糾纏，而是繼續北上，直逼開封方向。可是接下來的金軍動向給他們創造了第二種可能。在蒙古軍剛剛退去的時候，金軍敏銳觀察到這一動向，大將張會主張趁其立足未穩發起攻勢。那麼主帥伊拉扑阿再次跳出來，表示這會兒不能急，江路已絕，黃河不兵，比如重地將安歸乎？蒙古軍呢，南面的退路已經斷了，北面的黃河又沒有結冰，他們來都來了，難道還能活着離開嗎？接下來3-4天光景，蒙古人好像從金軍眼皮底下憑空消失了。金軍派出了幾十名巡邏騎兵，在蒙軍埋伏的枣林外多次往返，相距最近只有50-60步，但是都沒有發現蒙軍。完颜和达和伊拉扑阿因此誤判敌情，派出极役昼夜兼程，向汴京的皇帝報捷，宣布敵軍已被擊退。朝廷得報，以為前線形勢轉危為安，可是事實上呢，和達和扑阿對蒙古軍的去向幾乎是一無所知。到了12月29日，羽山上的15萬金兵開始出现粮草短缺的情況。和達扑阿商量暫時從羽山撤離，前往不遠處的鄧州休整，而他們撤離的路線剛好要經過那片枣林。就在金兵前隊已過，後隊未過的時候，失蹤多日的蒙古軍突然從林中殺了出來。和達扑阿二帥是倉促應戰，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後隊很快被沖散，慌忙丟下輜重。金軍潰不成軍，蒙軍緊追不捨。當天日暮時分，和達扑阿率領的金軍前隊倉皇逃進鄧州城，隨後堅守不出。托雷在連攻3天難以攻下的情況下，隨後領兵繞過鄧州而走，氣勢洶洶，兵鋒直指東北方向的開封城。金朝正大9年，蒙古太宗4年正月，羽山大戰過後，托雷沒有繼續猛攻鄧州，而是繞城北上，直撲金朝南京開封。鄧州城內的金軍十分恐慌，不得不跟隨北上。托雷的西路軍取道畢陽、方城、襄城，早一路稍一路，專挑那個糧草囤積的所在。這就導致後面跟着的金軍從鄧州一出來就開始沒法補給。糧草是戰爭中的命脈，無所養給，金軍只好抄了一條近路。走到哪兒去了呢？他們選擇前往均州，打算在均州攔截托雷，就是今天的河南省禹州市。托雷在主力北上的同時呢，分出一支3000人的小隊尾隨金軍，不計代價的襲擾纏鬥。金軍是翻山越嶺，行進緩慢，直到正月12，終於抵達了均州以南大約100里的沙河。這時候托雷又命令師吉忽突忽領了5000精兵繼續頻繁襲擾，讓金軍寢食難安。且行且戰，到了正月13，金軍主力走到均州西南25里一個叫黃峪店的地方，天氣突變，雨雪大作，金軍無法繼續前進，在黃峪店安營紮寨。接連3天，這個雨雪是斷斷續續。正月15，金廷派遣皇帝進士趕到了黃峪店傳旨，命令和達扑阿二帥火速趕赴京師增援。等諸將各自散去，這名進士呢又向二帥傳達了一條密旨，大致意思是告知潼關黃河防線已被攻破，北邊的蒙古軍有部分兵力已經南下。這一消息對於完颜和達和伊拉扑阿無異於一記晴天霹靂。當天天不亮，金軍主力頂風冒雪，緊急開拔，均州城近在咫尺。他們已經意識到了危險，準備先進入均州，讓部隊稍作休整，然後再入援京師。另一邊的蒙古軍呢，正月初7，沃克台率領中路軍渡過黃河，正月13攻克鄭州，隨後派遣口文部花塔斯率領10000餘騎兵南下與西路軍會合。托雷這個時候的兵力已經達到4-5萬人，他敏銳覺察到機不可失，絕不能輕易放金人進入均州城。均州西南20里有一道山嶺，嶺上有3座山峰，因此得名三峰山。這是進入均州的
最後一道天然屏障。金兵從黃魚店走到三峰山，连日来呢遭遇频繁袭擾，这会兒全軍上下呀疲惫不堪，蒙军却抢先占据了山岭周圍，严阵以待，拦住去路。金軍的主力被迫應戰，完顏陳和尚以忠孝軍一馬當先，仰攻山嶺上的蒙軍。金將武仙高英領兵進攻東北側山峰，楊握衍、樊澤進攻西南側山峰。金軍呢戰力不俗，打法強硬。經過一天的激戰，蒙古軍居然落了下風，被逼到一處高地。金將安德木、張會領兵發起衝擊，蒙古軍再次不敌後退。這是三峰山之戰的一個細節。前半場呢，等於金軍占了上風。依照開頭提到的張洙的筆記，說我師不敵，軍於山之金溝，其軍數重圍三峰。他們甚至以重圍之勢困住蒙古軍，蒙軍似乎敗局已定，已經有了被圍殲的風險。可能是考慮到血戰了一整天，天色已晚，山高林密，他們沒有乘勝進擊，也沒有前往軍州的舉動。或者也可能金軍高層將領被暫時的勝利沖昏頭腦，輕易以為圍殲蒙軍已成定局。總之，金軍將帥在這個時候嚴重貽誤戰機，隨後就發生了驚天逆轉。正月15這天夜半時分啊，之前陸陸續續的雨雪天氣突然轉為暴風雪，雪大到什麼程度呢？原始記載，俄而風雪大作，金卒將搏，意思是狂風暴雪襲來，金兵凍得渾身僵硬，走不動路，有的甚至倒在大雪之中。睿宗令軍中起雪，又燒楊家谷，補得吉兆，夜大雪深3尺，溝中軍將立，刀槊動不能舉。這裡的睿宗呢，指的是托雷。蒙古人相信神秘力量，托雷命令巫師施行法術，說當夜呢，果然降下3尺深的大雪，金兵躲在低洼處避寒，結果凍得身體僵立，連武器都拿不起來。這段記載啊，充滿了傳奇色彩。那麼大雪突如其來，蒙軍因為比金軍更加耐寒堅忍，慣於在極端條件下作戰，所以軍心大振，頓時扭轉戰局。正月16天亮以後，大霧彌漫，蒙古全軍出擊，先鋒塔斯一馬當先，頭一個帶隊衝向山下的金軍。說這三峰山一帶啊，有很多種麻的田地，麻田一般要反復翻耕，一遇連日雨雪，雪融泥濘，土層鬆軟，再加上人馬踐踏，很快就變成一片泥潭，人馬踩進去沒到膝蓋。雙方酣戰半日，金軍是披甲持兵，在泥雪之中難以施展，蒙古騎兵也不好衝擊。這個期間呢，沃庫台餘下的餘部陸續不斷趕到戰場，蒙古軍聲勢大振，反將金軍一步步逼上三峰山。山頂霧氣之中啊，金軍將帥向外望去，只見蒙古軍是層層展開，旗幟連綿，鼓角相聞，仿佛有20-30萬之眾，厚達20里。這個數字未必是實數，但是足以說明當時金軍眼中的蒙古兵士已經大到令人絕望。很快蒙軍換了打法，各部是輪番休整，輪番進攻。他們不緊不慢，甚至燒起柴火，烤起了牛羊肉，肉香四溢，飄散在大雪之中。對面金軍卻已經是飢寒交迫，疲憊至極，有的人已經3天沒有進食。眼看金軍鬥志臨近崩潰，蒙古軍故意讓出通往軍州的道路，又在缺口兩邊設下埋伏。金軍看到軍州方向有路可走，立刻爭相突圍，陣型一亂，就再也受不住，片刻之間10餘萬大軍兵敗如山倒。這時候雲霧散開，天光突然照下來，蒙古軍乘勢追擊數十里，沿途流血滿道，兵器旗鼓鎧甲輜重，丟的是到處都是。金哀宗苦心經營近10年，大金王朝最後的精銳15萬精兵在三峰山的雪地裡徹底崩潰，几近全軍覆滅。金將張會、樊澤、高英戰死沙場，主帥完颜何達、大將杨握衍、完颜陈和尚杀出重圍，進了軍州城。蒙古大軍緊隨其後，將城池重重圍住。完颜何達在城破以後，藏身於密室之中，被蒙軍發現，不屈而死。杨握衍拒絕投降，向南京方向跪拜，痛哭自縊而死。他的部下將他的遺體連同房屋一起焚毀，隨後10幾名部下也一同殉死。完颜陈和尚在被俘以後同樣拒絕招降，最後慘死於屠刀之下。
金軍的另一名主帥伊拉扑阿，三峰山戰敗以後逃奔京師，在路上被蒙古軍擒獲了。蒙古人再三勸降無果，最後將其處死。參加了三峰山大戰的金軍將帥除了武仙成功逃脫以外，其餘的上到統帥，下到中高層將領，或陣亡，或被俘，或失蹤，絕大多數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出現在歷史記載之中。三峰山戰後，蒙古鐵騎長驅直入，出現在金朝京師開封城下。有人挑着完顏何達的首級高喊說：“汝家所事為黃河與何達耳，今何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黃河防線已經被突破了，完顏何達也死了，精銳散盡，都城被圍。那麼接下來金朝君臣該何去何從呢？感謝您的收看收聽，如果喜歡，歡迎訂閱我的頻道，熱推我的視頻。慢辽蒙金戰爭即將完結，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